有不少朋友问我们要不要吃益生菌？益生菌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哪些人不能吃？这些问题呢，牵扯到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个肠道菌群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肠道是一个微生物群居的地方它的数量庞大甚至超过了我们身体的细胞数量。这里面主要是细菌，但是除了细菌以外呢，它还有病毒、真菌，还有其他的原生动物。我们讲的益生菌实际上是指在肠道里面的细菌当中有些对身体有好处的，帮助控制那些有可能造成我们身体感染的潜在的致病的细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它也需要营养的补充。这种能给益生菌提供营养的，也就是说促进益生菌生长的呢，我们把它叫做益生元比如说食物的膳食纤维，它就是一个益生元。所以你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说这是益生菌，有人说这是益生菌加益生元这就是这两个概念益生菌就是细菌本身益生元就是能够促进细菌生长的营养素。肠道的菌群呢，它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至少有4个大的方面作用。第一呢，是帮助我们消化和代谢它能够把我们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给它分解了。比如说它可以分解一些复杂的食物，像有些我们消化道不能够分解的纤维素它可以把它分解成短链的脂肪酸，像丁酸盐，为我们的肠道上皮细胞呢提供能量。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合成维生素 K 和 B 族的维生素，可见它非常重要。第二呢，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它主要是通过2个方式来调节的。一个呢，它可以跟我们肠道淋巴组织互动，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同时呢，它还可以通过竞争性的抑制或者产生抗菌的物质来抑制的有害的细菌在我们肠道繁殖。第3个呢，它就是保护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的功能。我们肠道黏膜是很薄很薄的一层细胞，细胞和细胞之间还有缝隙很多的营养物质都是从这个缝隙里面吸收到这个血液里面。同时这一层细胞它也是个屏障，它要把不好的东西呢排除在外。这个缝隙之间有那个紧密连接的蛋白益生菌呢就能够促进这些蛋白的产生同时呢还增加分泌粘液，来起到保护这个肠道屏障的作用，这样就防止一些病原体和毒素呢进到血液里面去。第4个呢，就是对我们神经系统大家听说过肠道是第2个大脑，它和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密切的关系。肠道的菌群失调会产生焦虑、抑郁、多动等其他的大脑功能的失调。因为它有这么多功能嘛，它不是直接造成很多疾病的原因，但是它和很多疾病的症状的严重性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代谢方面，它和肥胖、2型糖尿病、脂肪肝都有关系。在消化系统它跟肠易激综合症以及炎性肠病有关系。在免疫方面，它对过敏、哮喘还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都有影响。而在神经系统呢，跟我们的焦虑、抑郁、自闭症、多动症都有关系。要维护这个肠道的菌群平衡就是要充分的保护我们益生菌的存在。怎么来获得益生菌呢？首先是食物，在食物当中全谷物、水果、蔬菜，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益生菌，但是呢它能够变成益生元，促进益生菌的生长。那么直接的益生菌呢，主要来源于发酵的食品像酸奶、泡菜、味噌等等。在这个补充剂当中呢，大家可以把益生菌和益生元合起来一起补充。另外呢，要避免这抗生素的使用。你如果要使用抗生素的话，一定不要长期使用5天之内问题解决就不要再用。抗生素时间用久了以后，它不仅不能起到好的作用，它还会让感染呢
变得更加的难治。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啊，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看它里面含有什么。这个益生菌主要是3种，一种是乳酸菌，一个是双歧杆菌，还有一个是布拉迪酵母这3样东西呢是益生菌里面最主要的成分。乳酸菌呢在各个食物当中最多，它能够帮助消化和调节免疫功能。双歧杆菌呢对便秘和腹泻呢特别有好处，而布隆迪酵母呢对预防和治疗抗生素导致的各种各样的腹泻还有旅行当中造成的腹泻呢很有帮助。所以大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你所需要的益生菌。常常在益生菌的补充剂里面这3种成分或多或少的都有。那么在剂量上呢，它用的单位叫做菌落形成单位，这是它的剂量，叫 CFU。这个剂量通常在10亿到几十亿的不等，它是一个反映益生菌活性的一个指标。如果要补充我们需要的每天的剂量，通常在数十亿以上，所以你要注意，你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剂量。当然了，你要知道这里面都含有什么样的益生菌，那么除了益生菌以外，它有没有添加益生元？除了益生元之外，它有没有添加其他的成分你都要把它看得很清楚。还有呢，就是你要看益生菌的保存方式。有的益生菌它是需要在冰箱里面的，有的益生菌呢在常温下就可以。这样的话呢，你旅行携带比较方便。另外呢，就是看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的信誉这一点方面呢，大家可能都要做点功课，看看这个其他用户的评价看看这个产品符合药物生产的行业的标准。那么益生菌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么哪些人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甚至不能使用呢？第一大类呢，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人，比如说正在接受化疗和放疗的癌症患者，用免疫剂治疗器官移植过的病人，另外就是艾滋病患者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免疫缺陷，免疫功能太低了，即便是益生菌也可能造成身体的感染。第二个呢，就是有严重疾病或者在重症病房监护的病人。这些病人呢，一方面免疫功能低下，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院内感染的几率也很高，所以这样的病人呢，最好是不要使用益生菌。如果你刚刚经过大的手术或者严重的创伤都不要使用益生菌。我们虽然说这个益生菌对我们胃肠道很有好处，但是有严重肠道疾病的人还是要小心。比如说你因为各种原因做了这个肠道手术，有那个所谓的短肠综合症。另外呢，有一些严重的炎性肠病的病人，特别是像结肠性溃疡在活跃期的时候，你也不要用益生菌。除了这3大类以外呢，还有一个新生儿和早产儿，他们的免疫系统都非常的不成熟，因此呢，也不要使用益生菌。总而言之益生菌呢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尽量从食物中摄取。如果个体有需要那么进行了益生菌和益生元的补充。那么在补充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免疫功能低下，或者是感染的风险增加的时候呢，就慎用或者不用益生菌新生儿和早产儿都不要使用益生菌，因为它的免疫系统不成熟。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